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李沁4次深度绑定 Prada， 却连正式挚友头衔都没有。奢侈品圈的光环营销，让你像代言人，但就是不给你名分。6月9日的深圳湾万象城，太阳把地砖晒得冒白烟，整条街被管控到只放行受邀嘉宾和持券媒体。场面不是周末，也不是节假日，但围观人群把外围栏杆围了3层。Prada 把一家900平的双层新店开幕搞成了颁奖礼红毯的规格，杨幂、李现、马龙、梁家辉、Wing Martha、白宇帆，再加上李沁，名单铺开来像半本娱乐圈通讯录。李沁那天2套造型。白天探店环节是米白廓形皮质夹克配雾蓝短裤，灰色短裤，不同机位拍到了2个版本的夏装，焦糖色 Bonnet 皮革手袋，骑士靴收底，头发是松散波浪卷，走的是港圈大小姐刚睡醒但随手抓了件设计师外套就出门的路子。晚间换上一袭白底无袖收腰印花长裙 ，Prada 2026秋冬的超季款。银色蛇形 Eternal Gold 精品珠宝 ，Carry 迷你手袋，漆皮尖头高跟配了一双带小白花刺绣细节的黑袜，冷感轻贵，把肩颈线条放到最大。生图转到社交平台上，10分钟不到，李沁 Prada 贵气千金就挂在热搜预备榜上不肯下来。夸她的人从时尚博主排到路人观众，人穿衣服而非衣服穿人。这才是 Prada 女郎该有的古香原相机直出比精修还抗打。然后你把镜头拉开一点，看那张后来传遍全网的集体大合影里，沁站在杨幂旁边，2人恰好被安排在相邻位置，对着镜头微笑点头。这张生图10分钟冲上热搜第1，阅读量动辄以10亿计。但如果你眯起眼睛看 Prada 自己的通稿措辞和嘉宾名单排序，微妙的事情出现了。杨幂的头衔清清楚楚写着品牌全球代言人成一家香氛双线，李现、马龙、Wing Martha 同样冠以代言人标志，而李沁的名字前面永远跟着那几个滴水不漏的词。特邀嘉宾与品牌长期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的演员，并非品牌代言人，这就变得很好玩了。年初成都赤马迎春新春活动，李沁穿的是 Prada 2026春夏黑衬衫裙，和品牌大使陈浩宇同框被包装成黑白双输，那是第一次很多人注意到Prada 怎么频繁请她了。紧接着4月到5月。他4登时装 L'Officiel 5月双封面，2套封面全部 Prada 造型，从上到下，品牌官微亲自转发，时尚媒体开始批量输出精准消化品牌内涵文艺高质到港圈千金的进阶这类定调文案。然后5月 Prada 官微正式释出夏天的日子系列大片，李沁和何穗、张一凡、朱朱并列作为核心演绎面孔出现在品牌自己的传播物料里。再到6月9日深圳这场4个月4次公开绑定，覆盖线下活动站台加主流女刊封面推风加品牌官方广告视觉加900平旗舰店开幕4条线，这个资源投放量级在奢侈品行业的艺人合作体系里，你很难说他是偶尔请来撑个场子那么轻描淡写。但名分呢？翻遍 Prada 官网、品牌官方社媒的嘉宾介绍，以及所有正规新闻稿的称谓栏，品牌大使没有，品牌挚友没有，任何形式的代言合约抬头也没有。所以你的问一个不太美观但非常实在的问题，当一个意大利奢侈品牌愿意把最新一季的超级服装给你穿，把你放进他自己的官方广告大片里，非你跨省去为他2场最重要的线下仪式成都新春加深圳旗舰店站台，让你的脸和身形出现在数以亿计的传播物料上，
却始终不在任何一行正式文本里给你一个 contractual title， 它到底在干什么？答案不在审美里，在采购流程里。奢侈品牌对亚太区艺人合作的分层管理，本质上是一张3层架构图。顶层是全球代言人杨幂那个级别，成衣加香氛双线绑定，签的是长周期、高保底的排他合约，费用8位数起步，换取的是品牌在全球传播中可以把你的脸当作固定资产来规划。中间1层是区域大使或品牌挚友，有明确的合约期、明确的品类归属，比如织绑成衣或织绑配饰，明确的 exclusivity 条款，你不能穿竞品出现在公开场合。底层就是李沁目前所处的这一层项目制合作者，有时候也叫深度合作艺人。特征是按次调用或按项目结算，品牌提供服装、造型团队、视觉资源曝光位，艺人提供脸、身体、到场率和社交媒体分发，但没有排他条款，没有长期保底，没有 title 可以写进维基百科或百度百科的代言栏。这个位置的好处对品牌来说几乎是作弊级别的。我可以用代言人1/3甚至1/4的成本，拿到一个高适配度、低争议、生图能打低艺人的全部视觉输出。我可以让你穿最新季，拍大片，占 C 位。媒体怎么夸天作之和贵气千金，我都乐见其成。因为这些溢美之词全部落在气质和审美层面，天然把公众讨论引向情感投射和审美认同，而不是商业质询。最重要的是，我随时可以退。一句感谢李沁女士的精彩呈现，送一篮子当季新品当伴手礼，这段关系就可以体面清零，不需要付违约金，不需要发解约声明，也不会有粉丝骂品牌抛弃。而说到适配度这件事本身，李沁确实太适合当 Prada 的高级展架了，适合到几乎让人忽略了这本身就是筛选的结果。她的骨香偏清冷窄长脸，颧骨微凸，下颌线收得利落，穿极简冷感知识分子风格，不需要用力。这是昆曲功底常年训练体态加天生的骨香优势叠出来的东西，不是靠造型师拿腰带勒出来的。加上庆余年龄晚而带来的广谱国民度，追风者一笑随歌稳定输出的作品扛得住印象，以及业内公认的低绯闻低风险属性，它等于同时满足了奢侈品牌最在意的2项隐性指标：镜头不死、生图能打和不出幺蛾子不会因为塌房让当季广告物料全部作废。但这里恰恰藏着那根扎人的刺，适配度是最好的糖衣，也是最无效的护甲。你去看6月9日当晚的热搜词条分布就很有意思，杨幂李沁同框15年，李沁 Prada 贵气千金，李沁生图状态，这些词条阅读量几十亿的跑，但没有任何一条热搜自动生成出李沁 Prada 代言这样的后缀，因为算法抓取的是大众脱口而出的词，而大众脱口而出的永远是视觉惊叹，不是商业事实。品牌要的恰恰是这个结果，让几亿人免费完成了1次对 Prada 审美体系的情感认领，讨论了裙子好不好看，骨香高级不高级，铜矿怀不怀旧，但几乎没有人在刷屏的那一刻追问，所以他到底签了没有？这种让受众自行完成情感投射，从而替品牌做免费营销的机制，在时尚公关圈有个不成文的名字，叫 Aura Marketing， 用契合感灵魂共鸣、天作之合这类不可量化的浪漫词汇，去包装一段本质上可量化、可终止、可按周结算的供需关系。而艺人这边最容易掉进去的坑，就是把媒体夸出来的贵气千金误认为品牌离不开我。我们再掰开看那4个时间节点的合作形态，你会发现 Prada 的节奏踩得非常精准，每一步都在收集数据，每一步都没承诺下一步。1月的成都赤马迎春
是一次区域性线下活动的试探，看他到场能不能拉动本地精品店的客流，看他穿当季款的社媒二创量，看有没有负面舆情粘连。数据如果达标，才走到下一步。4月到5月的杂志双封面加品牌视觉露出，是一次广域传播的放大测试封面赞数。品牌官微转发后的互动曲线、时尚 KOL 自发搬运率，这些都在后台被换算成，如果每投100万媒介预算在这个面孔上，能换来多少有效曝光。5月的夏天的日子系列大片，则是把他的脸正式纳入品牌自有传播资产库。这一步意味着 Prada 内部已经过了至少2轮 review， 觉得可以用，但仍然用的是合作演绎而非代言面孔的说法。6月深圳900平旗舰店开幕，是压轴的一场线下转化终极，观测700多名受邀宾客，2层楼的全系列产品陈列 Eternal Gold 精品珠宝首次在这家门店摆上台面。品牌要测的不是谁来打卡拍照，而是李沁所在的动线区域，有多少人拿起当季单品看了价签，扫码了官网，或者真的走进了试衣间。所有这些步骤串起来，读起来不像天作之合的爱情故事，更像一份6页 PPT 的新品上市前的市场测试流程。而且这套流程 Prada 不是第一次用。你去翻奢侈品牌亚太区近5-6年的操盘记录，先密集视觉绑定观察转化率，再决定是否给 title， 是一条被反复验证的路径。区别在于，有些艺人在这个阶段中途拿到了合约数据，跑赢了 benchmark， 有些艺人则在第3次或第4次合作之后，发现下一季的通稿里自己的名字悄悄被换成了另一个人，同样贵气，同样古香清冷，同样人穿衣服而非衣服穿人，只是脸不同了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原文那句明星的价值从来不是靠气质，是靠转化率。虽然糙，但戳到了骨头上。气质能帮你拿到试镜机会，但只有 trackable numbers 进店率、搜索指数、同款询价量、精品店 VIP 预约增量才能帮你把机会焊死成合约。而更有意思的一层观察是，在这场看似有名无分的关系里，双方其实都不是冤种。Prada 拿到的是低成本高灵活度的视觉火力，他用项目制的预算占用了代言级的曝光位，所有贵气千金的好评都进了品牌的审美银行，但没有一笔支出被锁定为长期负债。李沁这边呢，他也在一笔一笔攒自己的资产。Prada 的4次视觉被书叠在一起，等于业内认可的一枚硬印章。这个人能消化顶奢冷感线、生图经的起源相机，风险可控，这对他后续的奥迪 A7X 体验大使、大白兔代言以及其他高奢接洽来说，本身就是可迁移的信用。只是这条路的舒适度取决于一件事，他团队有没有同时把手伸向其他高奢的谈判桌，还是把所有筹码压在 Prada 迟早会签我这一个等待里。6月9日晚上，深圳湾万象城的灯光暗下去之后，网上还在循环刷那张李沁和杨幂站在一起的生图，两个人穿的都是 Prada， 一个黑一套，一白一套，一个是全球代言人头衔印在合同扉页上，一个穿的是超级款，却连挚友2个字都没被允许写进通稿。所有人都在讨论古香，讨论千金感，讨论北电05及老同学的宿命重逢，但没人问的那句话反而最该问。下一次 Prada 发官宣海报的时候，旁边的 credit line 写的到底会是谁的名字？而在此刻，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只存在于 Prada 市场部某台电脑里的一份 Excel 里，和李沁经纪团队手里那几份还没签完的待定合同里。